各位朋友啊，3月23号的时候，台湾地区所谓的立法机构上演了最猖狂的一幕。民众党的民意代表陈昭姿当众质问台湾的陆委会的负责人邱垂正，两岸到底是两个地区啊，还是两个国家呀？邱垂正连犹豫都没有，直接叫嚣两岸是两国。陈昭姿追问：你确定？你敢公开这么讲？邱垂正更是嚣张加码：我确定，这是基于所谓的主权定位，也是我们的官方立场，更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呀！这不是摆明了是台独的这个叫嚣吗？对吧？所以说呢，有一句话呀，这个蔡正元先生虽然进去了，但是这句话还是获得了很多认同的，就是这个和平就没有统一，统一就不可能有和平。我在若干年前一直是向这个大陆政府建议，我说这个好的时间窗口2023年就会打开，你看我的预言准了吧？所以现在那更是一个叠加的最佳的一个解放台湾的窗口期了。历史机遇是稍纵即逝民族大业时不我待当前国际格局剧烈变动，国内的民意是众志成城，岛内的台独日益猖獗，正反两个方面都充分证明，当下就是解决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的战略窗口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果断出手，果断亮剑了。从国际局势上来看，当前的外部环境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俄乌冲突长期的焦灼，将整个北约与美国牢牢地拖在了欧洲战场，使其大量的战略资源、军事力量和政治精力被深度的牵制。与此同时呢，美国又在中东四处点火，深陷地区乱局，首尾难顾，分身乏术，根本无力集中力量干涉台海。而俄罗斯呢，作为中国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不仅不会对中国形成牵制，反而在战略上有力地分担了西方的压力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极为宽松的外部环境。这样的百年难遇的格局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完成国家统一的黄金时机。一旦错过，等到欧洲局势缓和，美国抽身东部，必将加大对台的军援，强化围堵的布局，届时统一的难度将成倍的增加从反面来看，拖延统一只会后患无穷，代价剧增。有人说台湾跑不了，不必着急，这是极端错误的、极端危险的投降论调。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美国就会持续把台湾当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不断的武装台湾，强化岛链的封锁，一步步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割裂两岸的民意连接。拖延只会耽误国力的提升，迟滞民族复兴，让中国长期被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海权的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更严重的是，台独势力日益嚣张，不断的扩充军备，甚至狂妄的叫嚣要袭击大陆。若再纵容，台湾终将变成布满荆棘的刺猬堡垒，未来统一将付出更加惨重的牺牲。拖延统一就是对历史、对民族、对子孙后代的严重的犯罪从国内的形势看中国统一的底气与实力空前雄厚。今日中国国力强盛，军力强大，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坚决支持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邪，不怕压，更不怕牺牲。为了民族统一大业，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再大的代价也值得付出。如此强大的民意基础、综合国力、军事能力，为中国解决台湾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此时不统一，更待何时从台湾岛内来看，台独的分裂势力已经猖狂到了极点，他们甘当外部的势力走狗，以武谋独，以武拒统，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底线，把台湾的同胞推向了战争边缘。对台独的姑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分裂的纵容就是对历史的背叛。现在出手，正是顺应民心，除恶务尽，能够彻底的粉碎台独的幻想，也能够让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实现长治久安当前
国际、国内、岛内的三方态势同时都指向了一个结论：现在就是解放台湾的最佳窗口期，统一则民族兴，拖延则国运损。必须得抓住机遇，果断行动，彻底的打破美国的岛链封锁，粉碎一切干涉势力，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千秋伟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扫清最大的一个最后的障碍的时候那有人说了，你说的热闹，那现在打的话有把握吗？各位，有一套战术是无解的。1个小时台湾的防空就被瘫痪3个小时台军的防卫能力彻底打烂，半天内全台湾的军事目标全在裸奔轰炸之下。那我给大伙深入的说说这一套方法没有破解的办法，没有侥幸的空间，纯的工业实力加地理优势再加时间差战术的绝对的碾压。有中国的业余军事家提出的这套方案还真的是各位无懈可击。你就中国的大陆的网友，你瞧瞧，你个个都是这孙子兵法泡出来的都是。第一这个用慢速无人机诱敌逼火力暴露。第二个，快速火箭弹同步压上去炸，暴露出来的目标卡死15分钟的装弹的窗口，一轮端掉全部的防空，不拼航母不拼人头，3招锁死对手。咱来瞧瞧第一，逼他不得不拦，拦了就必须得暴露暴露就必须死，好吧？咱们先看看这一套方案。铺天盖地的无人机，首先是第0分钟无声开场，无人机群低空起飞，从福建的沿海阵地一次性的放出1000到3000架廉价的无人机，低空静默飞行，难发现难预警，航程轻松覆盖130公里的台湾海峡，预定40到60分钟以后抵达台湾岛上空。真正的目的不一味的追求炸中，只逼台湾岛防空开机，发射车出动，彻底的暴露在中国的侦察网络下。第38到第39分钟，致命同步火箭炮弹齐射，算准时间差，无人机还有5分钟到达台湾岛头顶，立刻发射远程火箭炮，低成本的简易制导的炮弹，廉价的弹道短程导弹，飞行时间3到8分钟，和无人机几乎同一时间砸到台湾的上空。第40分钟，地狱时刻，台军自己就会走进死局在这一秒，台军面对着是双重打击，第一个铺天盖地的无人机群，第二个紧随其后的火箭弹的弹雨，只有2条死路赖清德不拦，雷达机场导弹阵地直接被突防炸穿，拦雷达全开，发射车全亮，坐标几秒钟内就被解放军锁定，一拦就是自寻死路那么第40到第50分钟，这叫死亡的空窗期15分钟装弹等于送命。台军的第一轮防空弹打空，发射车无弹，系统冷却复位，
重装弹药至少要15到30分钟，这15分钟台湾的防空完全是裸奔的。解放军直接第3波绝杀，反辐射导弹，炸掉雷达，精确打击弹，炸发射车，炸阵地，炸指挥中心，暴露多少炸多少，一轮齐撤，废掉台军的防空主力。第60到90分钟，大局已定，防空体系全面崩溃，雷达瘫痪了大半，发射车瘫痪了一片，通道堵死，弹药见底，指挥系统断线，号称世界第2密集的台湾防空网直接变成全岛的空门。那么90分钟以后，各位，收割阶段，想炸啥就炸啥，防空一灭，台湾所有的军事目标全部无防护，机场、军营、指挥中心、弹药库、雷达站、重要的工事，这些位置解放军平时早已经全部的精确定位了吧，一轮覆盖打击基本清空之后登陆，只是走流程。那么台湾能破局吗？这套打法没有，纯死局。各位啊，大家想一想，第一个，不拦不行吧，你拦必暴露吧，对吧？是吧？你装弹赶不上导弹快吧，外援远水解不了近火吧，啊，美国和日本啊，他即便是敢于去驰援台湾，那1个小时90分钟之内那不可能啊，对吧？所以这一套是真正的无人机诱敌，火箭炮补刀，空窗期绝杀，1小时破防，3小时清空防空，半天结束关键的战斗。台湾啊，还以为海峡是天险呢，其实呢是解放军这套战术的天然猎场啊。这套打法，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有破解的办法吗？没有，别说美国来了，神仙来了也破解不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